C919曾经被吹成中国工业崛起的神话，可2025年剧情却突然反转，官方豪言要交付75架，现实却是只剩18架。千亿投入换来的不是荣耀，而是航司的背叛，千架大单拱手交给波音和空客。那问题来了，这真的是大国梦，还是彻底的面子工程？一架号称国产的大飞机，为什么心脏却捏在美国人手里？更残酷的是，交付给航司的根本不是成熟产品，而是一批活体测试版。75架变18架，千亿打水漂，航司出逃。这背后究竟是一次工业挫败，还是国产神话彻底崩塌的前兆？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王真。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 C919 的真实面目，从产能瓶颈到技术枷锁，再到市场背叛，最后直击它作为一个政治仪式的本质。今年年初，中国商飞可谓信心满满，计划交付75架 C919， 产能冲刺50架以上。可现实很残酷。彭博社9月24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今年实际交付可能只有25架，供应链几乎每个环节都出了问题，稳定生产根本就跟不上节奏。更打脸的是，中国商飞今年迄今仅向3大行中国东方航空、中国南方航空和中国国际航空交付了5架 C919， 还加上旗下一家包机子公司的1架，总共6架。而总部位于英国的国际航空局甚至预测2025年仅有18架 C919 交付。报道特别提到， C919 今年遇到的一个大麻烦，就是美国在上半年一度取消了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公司关键发动机部门的出口许可，这直接阻碍了商飞的生产能力。消息一出，网络炸开了锅，不是说自主研发了吗？不是要打倒波音和空客吗？现实怎么偏偏就像华为一样，到头来脸都打得啪啪响。还有网友们调侃说，掐你脖子你翻白眼，一松手你又开始吹牛逼。其实没有外国供应和技术支撑，你什么都做不到。所谓遥遥领先，现在恐怕是遥遥无期。其实彭博社报的这个消息，老实说并不新鲜。早在之前，坊间就传出 C919 频繁出包，今年到现在交付量都才是个位数。那问题来了， C919 产能为什么这么低？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国之重器，宁慢勿乱。听起来高大上，但翻译成人话就是能力不够，我们就包装成深谋远虑。其实最直观的原因呢，就是工业技术能力不够。别小看飞机制造，这活儿可不是把几个零件拧拧就行，要把一堆复杂图纸变成流水线上的飞机，对中国来说，这还是一场没打过的工业战争。民用飞机大规模生产，我们还是新手，而且熟练的技术工人严重短缺。再看生产线，目前 C919 只有5条生产线，对比一下，空客每月75架，波音每月40架， C919 的产能呢？你别说流水线了，这水平顶多算手工作坊级别。别误会，这不是嘲笑，这就是现实。更糟的是，国内供应商几乎集体掉链子，以前没见过这么大阵仗的厂子，原材料零部件全跟不上，整个产业链都在超负荷运转。可以想象 C919 工厂里，工人们可能天天在玩火烧连环船的升级版，哪块掉了哪块补上。此外，还有更颠覆你想象的消息说， C919 根本没有真正量产，它还在测试阶段。它沿用中国新型军机的开发套路，小批量快跑，先造一小批交付出去，让航司用，暴露问题再改进，再生产下一批。换句话说，你以为交付的是一架飞机，其实送出去的都是活体测试版。航司们呢，一边当客户，一边当小白鼠，任务就是帮你找 bug。这么一套模式，技术上稳妥，可商业上呢，基本就是自取灭亡操作。外界看到的只会一脸问号，这飞机成熟了吗？那路透社提到的关键挑战，美国取消出口许可，到底是个啥情况呢？咱先得捋清楚。
这架被中国吹得天花乱坠的中国高科技旗舰 C919 究竟有多少真技术是国产的？事实是，这所谓的国产机80%零部件都得靠进口，而且大部分都来自美国，能算国产的吗？除了外壳、舱里地毯、呕吐袋这些低科技小玩意儿，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中国的高科技影子。具体点说吧，发动机是美国通用电气和法国赛丰集团的合资企业做的，驾驶舱系统、机轮、刹车系统都是尼霍维尔的，还有一堆关键技术来自 RTX 旗下的柯林斯宇航集团。换句话说，这飞机看起来国产，骨子里还是洋骨头。更刺激的是，法媒爆料说，2000年代初，中国买了2架 A320， 其中一架奇怪消失，没注册、没飞行、没维修记录，就像蒸发了一样。业内普遍认定，这架 A320 被拆解，做了逆向工程，最后成了 C919 的母本。对比数据更惊人， C919 长宽高比 A320 稍大，严格按比例放大，空中重量多了3吨，但最大载重和载客量几乎一样。业内调侃，这不是巧合，这是复制。也就是说， C919 偷到了外形，但没有偷到心脏。网友调侃一句，国产大飞机其实是得了心脏病。那么这种产品能不受制于人吗？2025年5月，纽约时报爆料，美国商务部直接给 C919 来了一记锁喉，暂停出口关键发动机 CFM LEAP-1C， 范围扩大，航电系统等关键零部件也被卡住。你可以想象，这就像外科手术加锁喉，一口气憋得你透不过气。至于国产发动机 C1-1000A， 这个所谓续命方案，最早2026年才能验证飞行，全面商用2030年之后。更戏剧性的是，7月又有消息说禁令解除了，听起来好像松口气，别傻了，这比禁令本身还可怕。意思是华盛顿完全掌控 C919 的供应链，就像一个残酷的守门人，今天开门，明天随时可以关上。所以朋友们， C919 心脏跳动的节奏不在上海，而在华盛顿。你说这国产飞机怎么能独立翱翔蓝天呢？这一来不仅卡住产能，更让市场纷纷用脚投票。表面上，国内几大航空公司各签100架 C919 订单，像交投名状一样，表现出对国产大飞机的忠诚。可暗地里呢，一场千架飞机的大逃亡正在悄悄上演。2025年6月，彭博社爆料，中国的航司们正在瓜分一份500架空客 A320neo 的大订单，同时另一份同样高达500架的波音飞机协议也接近达成，总价1000架飞机。中国东方、南方、国航拿了大头，厦航、川航也紧随其后。你想想，1000架飞机，这意味着什么？未来20年的新增机队里，几乎全是波音、空客等外国货。这哪是商用采购，分明是一场用脚投票的集体出逃。这条消息一出，也让被吹上天的 C919 瞬间成了笑话。各大航空公司的策略很清醒，也很残酷。买 C919 是给中南海看的政治任务，买波音、空客这些成熟可靠的产品，才是保证运营、赚取利润的现实选择。为什么中国航司不得不向波音和空客下大订单呢？原因只有一个，没得选。先说耗油问题，燃油是航司最大的成本。即便在保护政策下，中国3大航也常年处于亏损边缘，而 C919 在这个关键指标上彻底残废。专业性能对比显示， C919 的燃油经济性比波音737 MAX 和空客 A320neo 整整差 15%。 再看价格， C919 项目2008年启动，本打算2014年首飞，2016年交付。实际上，它直到2017年才试飞，而成本一路飙升。据报，中国在这架飞机上已经投入了数百亿美元，结果呢，单价也水涨船高。原本预计每架约5000万美元，现在预估在9000万到1亿美元左右，与波音737、空客 A320 差不多，成本优势荡然无存。朋友们，您看这场国产飞机秀背后其实是一出政治秀加商业无奈的双重悲剧。
产能、技术和价格的现实，让航空公司用脚投票，把 C919 狠狠打回了地面。那 C919 为什么还能大张旗鼓的存在呢？朋友们，真相很简单，它根本不是为了赚钱。说白了，这项目的模式就是烧钱、抄袭、拼装进口零部件。翻开中国商飞的财报，过去10年投入已经超过500亿美元，可交付的飞机不到200架，国际订单几乎为零，商业上彻底失败。但它还能高调亮相吗？答案很直白，这项目的目标从来不是赚钱，而是政治上的成功，满足大国成就感，同时给利益集团创造回报。这就解释了一切。为什么不管成本呢？成本由全民买单，成就感归政权。为什么短期内还能撑场面？因为商飞已经秘密储备了76台美国 LEAP-1C 发动机，这点存货足够撑起未来2年的仪式性生产表演。所以 C919 的最终结局注定是我们赢了。只要飞机还能飞上天，只要宣传机器还能运转，这场精神胜利的大戏就可以永远演下去。至于飞机到底安全不安全，经济不经济，纳税人的钱打没打水漂，从来都不重要。说到底， C919 是中南海的大国成就感镀金项目，不是盈利是面子，不是创新是仪式。这样的项目真能有未来吗？ C919 的困境并非无迹可寻，从一开始 C919 就走上了一条高危捷径，高度依赖西方供应链。北京当年还很天真，以为没关系，用市场换技术，用订单换认证。结果呢，20年一晃过去，世界局势早已换了剧本，地缘政治的铁幕落下， C919 显得尴尬又脆弱，就像2块巨石夹缝中的小稻草，一阵风就能吹断。到了2025年，梦碎的信号已经亮红灯，核心部件依旧靠进口，成本远远超预算，交付量被腰斩，市场冷眼旁观。而更残酷的现实是，它至今没能通过美国和欧洲的适航认证，国际航空公司自然避而远之。一个飞不出国门的国产大飞机，注定只是内宣的符号。C919 原本被吹成工业崛起的神话，如今却跌进了现实的囚徒困境。手工作方式的产能拖着后腿，航空公司们的千架订单成了背后冷冷的暗箭，而最要命的心脏还牢牢地捏在西方手中。观众朋友们，你觉得没有独立心脏的 C919 最后会不会只剩下一具空壳？它的未来究竟在哪里？欢迎在评论区聊聊您的看法。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